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咁同大家睇個大陸新聞啦。咁我講緊河南有間醫院就被爆出咧爭咗嗰班員工1年人工啊，而當地嘅衛健委竟然話冇錢喎。發生咩事呢？咁仲有啊，其實之前同大家講過啦，大陸方面呢係出現咗一個消費降級啊，但係好多嘅鋪頭呢，大家而家都喺度打價格戰啦。但係我之前都講過嘅，你如果打價格戰嘅話呢，好有可能連自己都打死埋啊。咁今次呢個新聞呢，就話低價嘅咖啡戰引發倒店潮喎，到底咩事呢？一齊睇一睇啦。咁河南有一間醫院啦，就被爆出欠薪1年啊。咁竟然呢，當地嘅衛健委回答啦，冇錢。咁呢個報道呢，我就喺《星島日報》見到嘅，涉事嘅就係河南禹州嘅婦幼保健院。呢個保健院喺2022年初起，院入邊嘅醫療人員都收唔到全額嘅人工啊，去到目前為止拖欠工資已經去到1年啦。而當地嘅媒體去詢問禹州市嘅衛健委拖欠人工嘅一件事，得到嘅回答就係冇錢，而且唔知道點樣解決。報道亦都講到喺11月3號禹州嘅婦幼保健院大門係聚集咗唔少喺保健院工作嘅醫護人員啊，佢哋係想攞翻個公道啊。由於拖欠人工太耐啦，而且醫保、公積金乜嘢都冇交，係冇辦法維持正常生活啊。而其中一個保健院嘅工作人員就話到，佢哋咧已經係一年冇同佢哋出過人工啊。呢件事件引發咗唔少人關注啊。而家咧連醫院都出唔到人工，其實係一件好奇怪嘅事嚟嘅喎。因為正常嚟講，做得醫院就唔會窮得去邊啦。而且佢由2022年年初起就已經冇乜點出到糧，但係嗰陣時又仲係疫情嚟嘅喎，應該做下核酸啊、收治下病人、做下隔離呢啲全部都有錢嘅喎。咁成件事好匪夷所思喎，啲錢到底去晒邊啊嚇？咁但係啦，咁樣會唔會反映到其實而家係就連呢啲咁樣嘅企業、醫院呢類企業咧，都叫冇錢出人工？個問題咧，會唔會係其他嘅中小企或者係其他嘅企業都同樣有呢？咁另外睇埋嗰個消費降級嘅新聞啦，呢個消費降級嘅新聞呢，就講到就話而家中國經濟低迷啦，消費降級已經蔓延到去咖啡啊。大型連鎖品牌今年呢，就掀起9.9嘅低價咖啡戰。其實仲有低過9.9嘅，係有一間呢同呢個瑞幸咖啡喺度打價格戰，打到9.8、9.7嘅。佢咁樣打價格戰呢，對市占嚟講係有好大嘅斬獲啊。但係啦，主打中高價位嘅獨立咖啡店就冇本錢去跟進，就引發倒店潮啊！去到10月29號，大陸已經係倒閉咗4.4萬間嘅咖啡店啊！根據21世紀經濟報導今年嚟以迪富咖啡同瑞幸咖啡為首嘅連鎖咖啡店就掀起一陣人民幣9.9嘅低價咖啡戰啦！呢啲大品牌雖然利潤下滑，但係營收大幅增長啊，可以係咁開店啊。其中瑞幸咖啡第二季嘅營收同門市數量超越星巴克，升咗做中國大陸連鎖咖啡店嘅龍頭啊！瑞幸咖啡1號公布第3季財報淨收入72億，同去年比係大增84.9%啊！但係營業利潤呢就得13.4%，比第二季係下跌咗5.4%。而星巴克喺11月2號就公布佢喺2023年第3季嘅全個財年度嘅業績啦。數據顯示星巴克中國第四季收入呢去到8.4億美金，按年增長15%。全年收入達到30億美金，按年增長咗11%。咁樣睇，星巴克好似冇受到低價嘅咖啡戰衝擊，但係數據顯示星巴克全球平均客單價增長係4%啊，但係星巴克中國嘅平均客嘅單價呢就下跌3%，而星巴克喺中國嘅店銷售增長係得5%，係差過全球嘅8%，即係話佢多多少少都係有受到價格戰嘅影響，只不過星巴克係大家
好中意用嚟裝 B 影相，覺得自己咧揸住杯星巴克就變中產，有呢個咁嘅屬性喺度咧，佢就叫做跌得唔會咁多。而呢一波消費降級所引發嘅咖啡內卷戰啊，受傷最重嘅就係嗰一批20-30蚊價位嘅獨立咖啡店啦，就唔係連鎖店啊。根據紅餐大數據嘅統計，去到10月29號，大陸嘅咖啡店有19.16萬間，今年新增咖啡店9.5萬間，關閉咗4.4萬間。而根據浙江媒體嘅報導啊，連鎖咖啡品牌就用9.9甚至係8.8呢啲咁嘅價位去打市場。而喺杭州有好多獨立咖啡店嘅老闆就講啦，話9.9啊，好離譜啊！我哋唔可能係因為佢平就降價，因為我哋都冇錢啊。買得平啲嘅話，我哋就會蝕錢，蝕得好勁啊！一直蝕點做啊？而大陸嘅界面新聞就引述一個獨立嘅咖啡店嘅店主啦，佢訴苦啊，話瑞幸同富迪咖啡店挨住我嚟開鋪，好難做啊！呢個店主表示啊，5月份啊，瑞幸同富迪咖啡相繼喺佢間鋪頭唔到200公尺嘅位置開鋪。瑞幸開業之後呢，直接令到佢嘅營業額打咗6折啊！富迪咖啡加入埋之後呢，佢營業額又減半，即係話得翻30%啊！佢之後跟進推出8.8嘅優惠券啊，即時開始蝕錢啊！有唔少類似經歷嘅創業者都喺度講啊，話佢嘅獨立咖啡店俾9.9嘅咖啡捲死咗。咁報道亦都引述一個小紅書嘅博主，佢叫八元里美啊，佢話自己2022年5月份喺天津開咗一間獨立咖啡店啊，考慮到呢啲金融白領有咖啡嘅消費習慣啦，佢就將位置揀咗喺幾間大銀行附近啦。好快發現啊，消費習慣就唔等於付費習慣，好多人已經習慣直接買9.9嘅瑞幸啊。咁佢繼續講到啦，冇辦法之下被逼加入價格戰，佢都推出9.9嘅美式咖啡，銷量啱啱開始唔錯，一日賣到100杯左右，但係呢個價格完全冇利潤啊！生意越好，蝕得越多。尤其係呢啲用戶，如果係透過外賣平台落單，購埋平台抽佣同配送費，9.9一杯咖啡到手得個5蚊雞。開店大半年，去到最後幾個月呢，咖啡店就一直蝕錢啦。佢話個資金鏈頂唔順啊！佢講到啊，佢最後選擇關鋪啊。佢提到啦，佢哋再燒錢都搞唔過8.8嘅富迪咖啡同9.9嘅瑞幸咖啡。諗呢個你又睇得到啦。雖然消費降級，但係啦，呢啲咁樣嘅大集團大公司呢，係會利用消費降級呢一點去捲死市場上邊嘅競爭對手，然後再提高門檻，令到你入唔到市場啊！因為你睇得到佢哋呢係用咁嘅方法去大量開店啊！個開店開到某一個程度之後呢，你再開你係完全冇可能賺得到錢嘅。咁即係話佢哋咁樣玩法呢，係已經令到有44000間鋪、4萬幾個老闆係關門大吉啊！本來個市場呢就未至於內卷到咁嘅，但係而家咁樣玩價格戰呢，一下子所有嘅客源都歸邊啊！而且呢啲客呢，佢之後呢啲咖啡再加翻價，係會培養咗一個顧客忠誠度咯。就算佢賣15蚊一杯，呢啲客戶都仍然會翻去買嘅。間唔中又再玩幾個月嘅9.9、8.8，又可以令到市場上邊呢一批獨立嘅店關門大吉。咁其實見到大陸方面咧，佢哋做生意好中意咁樣玩嘅，以本傷人啊嘛，其實都幾恐怖啊！其他國家地區你話有冇咁樣做呢？我自己見到就比較少咯。咁都好難見到星巴克會出到9.9嘅咖啡啊嘛，唔啱嘛？好啦，咁今集呢，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咁我俾大家睇到呢一個咁樣捲死小企業主嘅新聞啦。大家有咩睇法？下邊留個言啦。咁我哋就下集再見啦，拜拜。